嗨，欢迎大家回到君娜 TV。早期我有拍过雾眉与飘眉的差异性。那最近我发现还是有非常多同学呢，在咨询课程的时候会问我这样的问题。那我觉得我以前拍的那部影片呢，比较像是在给一般客户消费者观看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会针对要学习的同学来分析这两个技术的差异，以及他在学习的时候会有哪些难度，以及学习的时间会不会很长，那以及他的作品好不好看，可以做到哪些程度，这些我们都会一并做讲解。首先，我们还是要先来了解一下雾眉和飘眉的差异。那雾眉的作品呢，基本上就是我们在画出一对眉形之后呢，在形状里面把颜色注入、填好、填满，那它是呈现片状的状态。所以呢，基本上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是比较没有空隙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会借由现在比较新的技术，把它做出中间比较深、两侧比较浅，或者是尾巴深，然后慢慢到眉头是浅的这些渐层的一些概念加入，让它变得更好看。但是总体来说，雾眉就是把这个范围里面的每一个地方都填入颜色。那飘眉的差异就是，飘眉是在这个眉形框里面呢，加上一根一根的线条，那线条与线条中间会有缝隙，那这个缝隙就是比较自然的空气感觉，所以呢，飘眉也是非常多人在做，那绘画能力就要变得比较强一点。好的，以下我们就会利用表格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它两者的差异。那以我们现在技术雾眉，它的手法呢有分成手工和机器。那手工和机器的难易度是差不多的。那飘眉呢也有分手工和机器，但是呢，手工的难易度相对来讲简单一些，机器的难易度比较高一点点。那他们的操作时间呢，雾眉大约是2到3小时左右。那如果是飘眉呢，大概是手工是1个小时左右，机器飘眉呢是2个小时左右。好，那以难度来说呢，基本上雾眉的难度大约以美业的其他项目来做相比的话，举例来说就是接睫毛啊、烫睫毛啊，或者是做脸啊这些等等类的，全部都加在一起的这些项目里面，它不算是最简单的项目，所以我给它5颗星。手工飘眉的难度呢，我给它6颗星；机器飘眉的难度我给它8颗星。同学就会说，是不是真的有一点难啊？确实是有一点点啊，就是毕竟我们这个技术就是属于一个比较进阶一点的技术，但是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心，只要认真学习，都会有一定程度的进步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收费，雾眉的话大约是6000到12000，飘眉的话呢就会比较高一点，因为技术稍微难一点，就会1万到2万之间。那接下来就是看他例如说这个人有不有名啊，作品好不好看啊，有没有店啊，店的装潢怎么样去做判定。最后一个就是接受度。女生多半比较喜欢雾眉，男生多半比较喜欢飘眉就是没有一定，就是大部分以很多客人的一个喜好下去做判断的。那为什么女生会比较喜欢雾眉？就是可能是因为它有一点点淡妆的感觉。那飘眉的话，它是线条比较立体一点，毛会往上，那会一点点微微的自然，那带有一点阳刚的感觉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男生跟女生可能喜欢的不太一样。老师，我应该要从哪个开始学？我觉得你可以从5颗星的开始学，或者是我也是有教过一些学生，他就是男生，他想要做男生市场，他就想要从飘眉开始学，这样也是 OK 的。所以这边其实只是要跟大家讲说，如果你对眉毛没有任何想法，你就是只是想学，那你可以从雾眉开始学。但是如果你已经抓好目标，就是我想要锁定某一个族群的话，那你就可以针对飘眉开始先做练习。其实不管怎么样，所有的眉毛该学的都要学到啦。所以我觉得从哪一个开始学其实都一样，只是你要让你一开始就要挑战喜马拉雅山，还是一开始你只要爬中央山脉，就是不太一样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反正最后你都爬得到，你只要有心都爬得到，对吗？其实这2款技术呢，都需要大量的练习。相信我上面的分析呢，你已经很知道你要先学哪一个。其实我觉得就是以你个人的兴趣为优先下去做选择。那君娜 TV 我们就下回见喽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、订阅，并且要打开小铃铛，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。我是君娜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